我爷爷说他明天会来台湾。我和你奶奶嘛，要准备去台湾一趟。我妈来台湾，我都得认证我妈是我妈。我想好了，我从南京直接坐飞机去。哦，好的。他会不会是要跟马英九会合啊？哦，我是薇薇爷爷。好想你啊！明天他就会来台湾来看我。I could be red, or I could be yellow, be blue, or I could be purple,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.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. 又要来了，还有爸爸和妈妈。耶！他说我明天我去台湾了啊，明天我一趟啊，那个明天我去台湾看我孙女。我说你来吗？我来。我的妈呀，他是不是得老年痴呆了？今天早上收到了我妈妈这个讯息，我当时就真的有被吓到。我爷爷说他明天会来台湾，而且呢，听我妈妈的意思，我爷爷是重复了好多遍，说明天他就会来台湾来看我。所以我就一时间有点懵，我第一的感觉是我爷爷老年痴呆了。于是呢，刚好这一次给爸爸往家里寄药呢，我也给爷爷寄了一份，因为家里有一个姐姐，她在前段时间跟我视讯说爷爷的这个皮肤也很严重，所以我这次寄药呢就寄了2份儿，一个是寄到我们家，一个是寄到姐姐家，姐姐再转到爷爷家这样的一个事情。中午姐姐就开了这个视讯，让我和爷爷奶奶见了一面。我和爷爷的这个视频呢，也实时的录屏下来了。一个是跟大家分享，一个就是大家知道薇薇来了，太臭不要脸了。悠悠来了这个频道呢，的确是我们家的这个生活纪录片。我希望我的家人可以出现在影片里面，然后大家可以带着善意去看我们的故事。那以后可能我说这样的话会不会不太好？就是老人终究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上。那如果说这个老人的视频我暗暗的保存呢，就真的会不小心就会被删掉，而且我们的影片量真的很大，所以我还是决定把我们家老人呢上传在这个我的频道里，以后回忆起来，哎，那是我爷爷我奶奶我们当下是怎么样交流的，然后他们的声音是怎么样。好吧，那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怎么样？我的爷爷奶奶呢？曝光也不太好。哎呦，我是薇薇爷爷，好想你啊！我也想你呀。山东老人其实是很含蓄的，而且我爷爷就是他的职业的原因，他其实是很不会说情话的。对，很严苛，很面相有点那种古板的一个老头儿。但是我爷爷面对我，他第一句话我还没咋说呢，我就刚说了句爷爷，爷爷就说好想你啊，好想你啊！就很大胆的跟我去表白。可能在我们家唯一一个让我爷可以很大胆的表达爱的人就是我了，就唯一一个我可以把他拿捏住的。又怎么样了？好吧。悠挺好的，上学了吗？上学了，上1年级了。哎呀，那挺好，那挺好啊！我和你奶奶嘛，要准备去台湾一趟。我想好了，我从南京直接坐飞机去。哦，好的。我不确定他是生病了还是开玩笑。总之这个事儿我没当真。稍后跟大家讲我为什么这事儿不能当真。还是这臭老头吧？哎呀，长得可帅了。我给你寄的这个是那个皮肤的那个药。哎呀，给我爸爸也寄了，他说效果还行，挺好的。你试一试，这个可以止痒，它就是那个涂在那个爷爷那个腿上不舒服的地方嘛，牛皮癣嘛，然后从外面往里涂，你要觉得特别痒啊，你1天涂3次也可以。然后好用的话，那个我让那个等我再给你寄，让姐姐再给你拿过去。坚持用啊！我去台湾找你的时候，我怎么
我就当真了。我说那爷爷你是那个先怎么来呀？他说我先回山东老家，我回完山东老家看一眼，我就去南京。我去南京之后，我就直接坐飞机就来你们台湾了。他会不会是要跟马英九会合啊？哦，我爷没那么有名儿。然后我就有点担心了，为啥呢？我就立刻拒绝了我爷爷。万一开护照，万一就是什么去旅行社啥的，询问人家光顾着赚钱，没给老人说明白，你去不了台湾，现在政策不允许，然后老两口钱花了，你说，我就说不是啊，我说不是护照的问题，是就是现在政策没开放自由行，不是说你今天说了明天来，你明天就真的能来的。我妈来台湾，我都得认证我妈是我妈，我得出个公证书，在大陆那边。那我爷爷的话，就得公证我爷爷是我爷爷，我奶奶是我奶奶。这个公证书邮寄到台湾之后，那海基会也要花1个月的时间去认证这个东西。他明天来台湾这个事情是实现不了的呀。然后我就跟我爷爷简单的说了一下，我爷爷就有点小落寞。年轻的时候是管人的，一说这个他说啊，那我知道了。我就马上扭转话题，说了一句：“你是不是想我啊？是啊，就是你。你是不是可想我了？”昨天还跟你妈说去，我说我想死你了，是吧？我爷爷今年85岁了啊，给大家讲一讲85岁山东地区他们俩的爱情故事。我奶奶跟我说的，我奶说呢，当时我奶和我爷相亲，那个年代都相亲，有红娘、媒婆，就说有这么个男孩子。我奶就家里人就说那就见见吧。你知道俩人咋见的吗？我奶说哪面对面看你爷呀？我在这个山头，你爷在那个山头，俺俩招了招手，就算见了，就算见了，就这样见了2次，结婚了。人在那边。对，我奶说就是个男的，他在那个山头，我在这个山头，我一看呀，身体挺全乎的，站着的啊，就结婚了。哎，我们客家人也要哎。你们比你们严谨啊！哦，我们要对山歌，要对唱歌。你们客家有山歌吗？有啊，最有名的。那我为啥没听你妈唱过？哎呀，我妈有一阵子特别迷恋，她不是去唱那个山歌班吗？啊，唱歌嘛，就唱山歌啊。啊，所以你妈和你爸对过歌吗？没有啦。哦，那为啥你家不对呢？那我爸那个怎么对了？他不在山里住嘛？啊，他是在镇上。铜锣铜锣湾听起来的确有点不可思议。后来爷爷奶奶就结婚了嘛，结婚了之后2个人发现不合适。你看吧，对山歌很重要，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闹了一辈子。我爷他一直生活在就是部队里，还管人儿，所以他对自己的卫生条件、卫生状况，包括这个整洁度要求极高。那我奶奶的原生家庭呢，可能就是要求没那么高，嗑瓜子儿可以扔在地上的那种，然后家里就是那种什么土炕啊，然后天天就盘个腿儿啊，就，那我爷和我奶在一起之后，我爷就看不惯呢，因为你一个女主人，你把家里弄得就乱乱糟糟的，一点也不整洁，我爷就不开心，就会批评我奶奶。我奶奶呢梗。你说你的，我不吱声。就这样一个老太太，2个人就别别扭扭一辈子。我小的时候最多的印象就是我爷爷家里活啥都干，洗衣服、做饭、擦地、刷碗，然后给我梳头发。我爷爷还会梳麻花辫，给我扎2个麻花辫，都是我爷。我奶奶就是坐在床上摆扑克，然后我爷爷嘴里还会骂着他。这是我小的时候最多的一个情境。我们以前当兵有句话，军人除了生孩子，什么都要会。对，我爷爷就是这种人。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对那个年代的这个婚姻啊是啥样理解的。好，下面有没有对山歌的？快加一下。主要是我没有在电视上看过这种形式。我觉得是我的责任。
我们要带他更好的认识台湾的这些本土文化。我下次带你去有很多客家庄，你知道吧？很有名的客家对歌。好，好。奶奶现在耳朵有点背，你得大点声啊。奶奶是贝尔啊。奶奶贝尔就听不到我说什么，她只能看到我嘴巴在动。爷爷骂了她一辈子，到老了，奶奶的身体就出现状况了，就是贝尔的，你骂吧，我听不到了。他这是心因性的耳聋还是身体性的耳聋呢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，就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还挺讽刺的。就现在奶奶可能比以前会快乐一些，至少听不到我爷爷在旁边边干活边说了些啥。孩子上学早没呀？啊，那个悠悠上学了。哪年级了？上1年级。1年级。好，爱你哟。因为我是我们家里面最爱表达爱的人。我每次见到我爷爷，我都会亲我爷爷的额头，给他一个拥抱，哪怕说我现在30多岁了，我还是会给我爷爷奶奶一个拥抱。然后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，我都会亲一下我爷爷的大脑门儿。我爷脑门可亮，奶奶也是。然后就说爱你哦，我好爱你啊！我爷爷好帅，我奶奶好漂亮，我赞美型的。但是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，所以我是特别的一个人。我打个岔，你为什么从来没这样跟我说过来？天天骂我，天天骂我。因为你在我心里是不一样的。不好意思，我的拍摄设备没电了，所以我就换了个 iPhone， 可能画质啊，包括整个色泽就不一样的感觉了啊。大家可能会疑问啊，为什么你奶奶和你爷爷说话的口音不一样呢？因为奶奶爷爷都是山东人嘛，更多的沟通交流，2个人都山东，所以山东的口音呢就保持的比较好，一直到现在还是一口山东的口音。爷爷也是最近年纪大了，东北是他待了大半辈子的家，但是呢，他还是觉得这儿又不是他的家，有点类似那种落叶归根的感觉吧。所以那代人的经历过往呢，也分享一下给大家，然后之后呢，也可以给大家。哦，对，我还没有讲过我姥姥的传奇人生啊。我觉得我姥姥真的很传奇，以后给大家多分享一下。那也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吧，他们一辈子都在执着于什么，信奉着什么，觉悟了一些什么。影片拍到这儿，可能会有一些网友说：“爷爷想来台湾，你就带爷爷来呀。”每一个城市、每一个省份、地区，他办这些政府的办事儿啊，是不太一样。像我们那边就很多事情得让本人亲自回去，和相关的对象一起去办理这个事情。有的地方是家属就可以帮忙办理，所以呢，就是他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。那我们家刚好是属于那种，更多的是办啥事儿呢？自己来陪你走一趟。办一下你俩的这个身份认证，所以爷爷如果以后想来台湾，包括我姥姥要来呢，还真的得先回去办一下这个认证书。还好爷爷不是那个老年痴呆，但他是真的想，会不会真的是老年痴呆？有可能。那为啥总跟我说了好几遍明天就来台湾？对。所以山东人明天的意思是之后吗？应该是之后的。这是文化差异吗？语言差异吧。后来告知姐姐我的顾虑，家人表示会密切关注的。就请期待我们的下期影片吧。拜拜。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，点
加入，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，可以选择优游粉、优爱粉或是优福粉。选择好之后呢，点击蓝色加入键，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，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，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，点击右下角结账，完成。这时候出现页面，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，直播室等你哦。我是优妈，我是悠悠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下方留言哦。对，还有订阅我们呢。